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华语娱乐频道，观看我们的最新视频。最近娱乐圈有一个现象，让我觉得特别值得聊一聊。不是因为某一部新剧爆了，也不是因为哪个演员官宣恋情，而是因为一场围绕徐凯的舆论风波，竟然把谭松韵再次推上了热搜。很多网友第一反应都是惊讶，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场讨论里？他明明没有发声，没有回应，也没有任何新的作品宣传，却还是成为了大家搜索和讨论的对象。我认真看完了整个事件的发展，也翻阅了不少公开资料和网友讨论。越看，我越觉得这件事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今天的互联网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把一个普通合作关系放大成全民猜测的话题。如果想真正理解这件事，我认为第一步就是把已经公开的信息和网络猜测分开。事实是，徐凯和谭松韵曾合作都市剧《你比星光美丽》。从公开花絮、采访以及宣传活动来看，两人在剧组相处十分自然，采访时互动轻松，彼此评价都非常积极。谭松韵曾公开表示，自己原本以为徐凯会像电视剧里的霸总一样高冷，真正合作之后才发现，他其实非常有礼貌，也很幽默，有一点点孩子气。徐凯也曾分享，两人在拍摄过程中有大量对手戏，彼此建立了很好的默契。电视剧播出以后，两人的 CP 热度持续上涨，星婷 CP 一度成为很多观众讨论的话题。这些都属于公开发生过的事情，但是网络传闻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随着后来围绕徐凯的舆论不断扩大，一部分网友开始重新翻看过去所有采访、花絮、路透，试图寻找所谓隐藏的信息。有人说，两人的眼神不像普通同事；有人说，他们聊天时的状态太自然；还有人把宣传期的各种互动逐帧分析，甚至把正常的笑容、对视、停顿都解读成某种特殊信号。看到这里，我其实有一点感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来越喜欢把一切都赋予故事。演员笑了一下，有故事；一起吃饭，有故事；采访默契一点，也有故事。可是，这些真的能够证明什么吗？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方信息能够证明网络上的这些猜测。所以，我觉得在讨论任何公众人物之前，我们都应该尊重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没有证据，就不要把猜测当成事实。如果只是普通合作，其实未必会引起今天这样的讨论。问题就在于你比星光美丽本身就是一部极容易培养 CP 感的作品。剧里的韩婷成熟、稳重、克制，纪星独立、坚韧、不服输。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霸总爱上灰姑娘，而是两个成年人，在事业与人生中彼此扶持，共同成长。这种关系比单纯的爱情更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尤其是徐凯和谭松韵，两个人在表演节奏上的契合度确实很高。很多感情戏没有夸张的台词，没有刻意煽情，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个细微的动作，就能把人物情绪表达出来。作为观众，我必须承认，他们确实把角色演活了。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开始分不清角色和演员。这是娱乐产业最有趣也最危险的一件事情。角色成功意味着演员成功，但角色太成功，有时候又会让演员不得不承担角色带来的情感投射。很多观众希望韩婷和纪星能够一直幸福，于是便开始期待徐凯和谭松韵现实生活中也能延续这种默契。这种心理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人总希望美好的故事能够发生在现实，可是现实终究不是电视剧。
演员完成角色之后，他们依旧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也有属于自己的边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其实不是各种猜测，而是谭松韵。整个过程中，他几乎没有公开回应任何关于自己的讨论。有人觉得他是在默认，也有人认为他根本没必要回应。坦白说，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如果认真回顾谭松韵这些年的职业轨迹，就会发现他一直都是这样，很少炒作，很少制造话题，也很少主动回应私人生活。他更愿意让作品替自己说话。在今天这个人人都追求流量的时代，这样的做法反而显得有些不合群。但恰恰也是这种克制，让他积累了相对稳定的观众口碑。我一直认为，公众人物当然需要接受公众讨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回应每一种猜测。沉默不一定代表默认，有时候它只是一个人选择保护自己生活边界的方式。而这种边界感，在如今的娱乐圈，其实越来越珍贵。说实话，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网友开始逐帧分析徐凯和谭松韵的采访、路透，甚至连一个眼神、一个停顿都被放大解读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到底是演员真的留下了太多蛛丝马迹，还是我们的想象力比现实跑得更快？我想，答案或许更偏向后者，因为如今的娱乐圈早已经进入了一个 CP 经济时代。很多人喜欢说一句话：电视剧结束了，可 CP 不能散。双引号，这句话听起来像玩笑，却真实反映了如今影视市场的一种商业逻辑。为什么一部电视剧播完以后，观众还是舍不得离开？心理学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不少传播学和媒介心理学研究都提到，观众在长期追剧过程中，会逐渐建立一种拟社会关系 （parasocial relationship）。简单来说，就是观众虽然没有真正认识演员，却会在长时间观看剧情后，对角色甚至演员产生一种类似现实朋友般的情感连接。角色哭，观众跟着哭；角色幸福，观众也觉得开心。当这种情绪不断累积以后，大脑其实很难完全把角色和演员彻底区分开来。所以，当你比星光美丽播出之后，很多观众真正喜欢上的，也许并不仅仅是韩婷和纪星，他们更希望把这种温暖继续延伸到现实世界。于是，星婷 CP 便慢慢从剧里走到了剧外。这一点，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我自己追剧的时候，也曾经希望某些荧幕情侣能够再次合作。可是，希望是一回事，把希望当成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如果两个演员在采访时刻意营业，网友反而会觉得太假了。双引号，公司安排的，双引号，演出来的，双引号。但是，如果他们表现得非常自然，没有刻意撒糖，没有刻意制造话题，网友反而会说，他们一定是真的。双引号，是不是很矛盾？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传播学里有一个很经典的理论，叫做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已经相信某件事情以后，他会下意识寻找所有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信息，而忽略那些相反的证据。比如，如果有人先相信徐凯和谭松韵一定关系不一般，双引号，那么采访里的笑容是证据，聊天时的眼神是证据，杀青时拥抱一下也是证据，甚至连没有互动都有人解释成他们是在避嫌。双引号。看到这里，我真的忍不住笑了一下，因为无论怎么解释，好像最后都能证明同一个结论。
这其实不是事实推动了判断，而是判断反过来选择了事实。说一句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话，我越来越觉得，很多网友其实并不是在寻找答案，他们寻找的是故事。娱乐圈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故事感的地方，现实如果太普通，就没有讨论价值。于是，普通合作会被讲成默契十足，默契十足会被讲成互有好感，互有好感最后甚至会演变成已经恋爱。这一整套过程其实非常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因为故事越完整，越容易传播，情绪越浓烈，流量越高，而平台算法又恰恰最喜欢这种能够刺激情绪的内容。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网友故意造谣，而是每个人都只补充了一点点自己的理解，最后10000个一点点拼成了一个看似完整，实际上却没人能够证实的故事。这一点我觉得值得认真聊聊。按理来说，一个人的舆论事件不应该自动关联到另一位合作演员，可现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在娱乐圈，演员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他们共同出演一部作品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公共记忆。每当其中一方发生新闻，观众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就是他的合作对象，尤其是曾经热度很高的 CP。于是，当围绕徐凯的讨论不断升温时，很多网友几乎是本能地重新翻出了《你比星光美丽》的各种采访，有人开始重新看花絮，有人重新剪辑视频，有人重新整理时间线，甚至还有人把几年前采访里的每一句话重新解读。这种现象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娱乐圈很多经典荧幕 CP 都经历过类似情况。只要其中一方出现任何新闻，另一方往往都会被重新拉进讨论。有时候，仅仅因为曾经合作过，就不得不再次面对舆论。这公平吗？如果问我，我觉得并不公平。因为合作是一种职业行为，演员把角色演好是他们的工作，不能因为作品成功就默认现实也一定存在故事。整个事件里，我最佩服的其实还是谭松韵。面对不断升温的话题，他没有解释，没有回应，没有发律师函，甚至没有借机制造热度。他只是继续拍戏，继续宣传作品，继续分享自己的工作。很多人说，他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双引号。可我反而想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说？如果所有网络猜测都需要艺人亲自回应，那明星是不是每天什么都不用做，只负责辟谣就好了？我一直觉得，一个成熟艺人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回应速度，而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公众信任。谭松韵出道这么多年，很少因为私人生活登上新闻，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角色身上。这种稳定其实比任何解释都更有力量。真正值得相信的，从来不是一句回应，而是一个人10几年如一日建立起来的职业信誉。说到底，徐凯风波为什么会影响到谭松韵？不是因为已经有任何公开证据证明两人之间存在什么特殊关系，而是因为互联网时代，每一次热点都会自动寻找新的连接点，而谭松韵恰好就是那个最容易被联系起来的人。可我始终认为，演员最重要的身份还是演员。如果有一天，我们评价一位演员，不再讨论作品，而只剩下猜测感情、分析眼神、放大互动，那么真正受伤的其实不是某一个明星，而是整个影视行业对于作品本身的关注。我更希望未来大家讨论《你比星光美丽》时，记住的是韩婷和季星共同成长的故事。
而不是不断试图从现实里寻找一个电视剧之外的结局。为什么同样身处娱乐圈，同样拥有超高人气，同样出演热门影视作品，两位演员最后留给大众的印象却完全不同？有人说这是运气，也有人说这是团队。可在我看来，运气和团队固然重要，却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真正决定一个演员公众形象的，其实是3个关键词：品牌经营、危机管理，以及长期建立起来的公众信任。很多人觉得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演技，这一点当然没有错。可是到了流量时代，仅仅会演戏已经远远不够。一个明星其实每天都在经营另一个看不见的作品，那就是自己的公众形象。有人把它称作人设，但我更喜欢叫它品牌，因为品牌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几年、10几年不断累积出来的结果。拿徐凯来说，不可否认，他拥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外形出众，古装、现代装都很有辨识度。延禧攻略上时爱的28定律、你比星光美丽等作品也不断巩固了他的市场影响力。可是与此同时，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围绕徐凯总会出现新的网络讨论，有时候来自作品，有时候来自采访，有时候来自合作对象，还有时候则来自各种未经证实的网络爆料。这些讨论有真有假，有大有小，可它们不断累积之后，就形成了一种传播学里的可得性效应。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当一个公众人物频繁出现在舆论中心，无论事情大小，大众都会慢慢形成一种印象，这个人好像总是在热搜，即使很多事情后来没有结果，这种第一印象却已经留在了大家脑海里。所以我一直认为，真正影响明星的从来不是一次新闻，而是很多次新闻叠加之后形成的公众认知。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谭松韵这些年的发展，我会说，他不是娱乐圈最热闹的人，却一直是最稳定的人。稳定有时候比爆红更难，因为爆红只需要一部剧，稳定却需要很多很多年。仔细回顾他这些年的作品，最好的我们、锦衣之下、以家人之名、归路、你比星光美丽，几乎每隔1-2年，他都会交出一部具有讨论度的作品。但与此同时，大家几乎很少看到他主动制造私人话题，没有刻意炒 CP， 没有频繁参加真人秀维持曝光，也没有把私人生活变成营销内容。有人觉得这样会不会太保守？可我反而认为，正因为这种克制，才让观众越来越愿意相信他。今天很多演员都在争流量，而谭松韵更像是在积累一种东西，那就是信任。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危机公关。很多人理解的危机公关，就是事情发生以后发声明、律师函、工作室回应、热搜澄清，这些当然重要，但是在不少品牌管理专家看来，更高级的危机公关其实发生在危机之前。什么意思？就是长期建立一种稳定、可信的人设，这样当争议发生的时候，公众会下意识问一句：真的吗？而不是立刻相信。这一点，我觉得谭松韵做得非常成功，因为过去10几年，他几乎没有留下太多容易被攻击的地方，所以当网络讨论突然把他带进热点的时候，很多网友第一反应并不是相信，而是疑惑，他怎么会牵扯进来？这种天然形成的信任，其实比任何声明都更有价值。我觉得也不能这么简单的下结论，
很多网友喜欢一句话：有流量就有争议。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些无奈，但确实有一定道理。流量越高，关注的人越多，被放大的细节自然也越多。尤其像徐凯这样长期饰演偶像剧男主，拥有大量年轻粉丝，本身就更容易成为舆论关注中心。从传播规律来看，偶像演员本来就比实力派演员更容易被讨论私人生活，因为很多粉丝关注的不只是作品，还有演员本人。所以，一个采访、一次直播、一次合作，甚至一次普通聚餐，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讨论素材。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流量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点，我特别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今天的明星其实已经不仅属于自己，某种程度上也属于粉丝共同创造出来的公众形象。粉丝会剪视频、写长文、分析采访、制作时间线，甚至整理每一次公开活动，这些内容又不断影响更多普通网友。于是，一个新的循环形成了：明星输出内容，粉丝重新解读，媒体再次传播，网友继续讨论，最后又反过来影响明星本人。传播学把这种现象叫做二次传播，而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共同创作。因为今天很多热点其实并不是明星自己制造出来的，而是网友一点一点讨论出来的。仔细观察评论区，我发现大家的观点其实远比想象中丰富。第一种声音认为，合作时互动自然，本来就是演员专业的体现，大家没必要无限放大。这一类网友更关注作品本身，他们觉得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本来就应该让观众相信角色，如果演员之间毫无默契，那反而说明作品失败。第二种声音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越自然越说明关系不一般，在他们眼里，很多细节都值得反复研究。一个眼神，一次对视，一句采访，都可能隐藏着更多信息。还有第三种声音，也是我个人最认同的一种。他们说，喜欢 CP 没有问题，但不要把自己的期待当成别人的现实。说实话，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有共鸣，因为追剧是一种快乐，磕 CP 也是一种快乐。可快乐不应该建立在对别人私人生活的无限猜测之上。如果大家问我，整个事件最值得思考的是什么？我想，不是徐凯，也不是谭松韵，而是今天互联网讨论问题的方式。很多时候，一件事情刚刚发生，大家还没有等到完整信息，评论区却已经提前写好了结局。有人急着相信，有人急着反驳，真正愿意等待事实的人反而越来越少。我一直觉得，互联网最大的魅力是让每个人都拥有表达观点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表达观点也意味着承担责任。尤其当讨论对象是真实存在的人，我们更应该把事实、推测和情绪区分开，因为只有这样，讨论才有意义。如果今天让我分别评价徐凯和谭松韵，我不会简单的说谁更好，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徐凯拥有极高的人气，也因此承担着更高的关注度。谭松韵拥有长期积累的稳定口碑，也因此更容易获得公众信任。两个人没有绝对的输赢，却代表着娱乐圈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而真正决定未来的，或许从来不是一次热搜，而是下一部作品，以及未来很多年的选择。写到这里，我想很多朋友已经发现，这篇文章其实并不是想讨论一个答案，因为直到目前为止，
关于徐凯和谭松韵之间，并没有公开可靠的信息能够证明网络上的各种猜测。真正值得讨论的，从来都不是一个未经证实的结论，而是这场舆论风波背后究竟映射出了今天娱乐圈怎样的生态，又折射出我们作为观众怎样的心理。回过头来看，整个事件的发展其实并不复杂。最开始，人们关注的是一场围绕许凯展开的舆论事件。随后，由于你比星光美丽曾经拥有极高的话题度，再加上徐凯和谭松韵在剧中的默契合作，越来越多网友开始重新翻出过去的采访、花絮以及宣传视频。有人试图寻找新的线索，有人希望找到所谓的答案，也有人只是因为喜欢这对荧幕搭档，所以重新回味当初追剧时的美好记忆。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期待进入同一个话题，于是一个原本属于作品的讨论，慢慢演变成了一场关于现实关系的猜测。而我始终觉得，这恰恰也是互联网时代最有意思，却也最值得警惕的一点。这些年，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新的热搜，有人恋爱，有人分手，有人合作，有人传出各种各样的消息。娱乐圈的节奏越来越快，快到很多时候，事实还没有出现，情绪却已经先一步抵达现场。评论区里总有人急着下结论，有人一句“我早就猜到了”，就把猜测说成了事实，也有人一句“肯定是真的”，便开始不断寻找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片段。可冷静想一想，这些所谓的证据真的能够证明什么吗？一次采访中的笑容，一次活动里的互动，一次合作时建立起来的默契，这些都可以说明两位演员合作愉快，却不能直接推导出其他结论。我一直认为，尊重事实并不是替任何人说话，而是尊重讨论本身。因为真正有价值的讨论，应该建立在已经公开的信息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不断放大的猜测之中。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今天，我们评价一位演员，到底应该看什么？是热搜次数，还是作品质量？我更愿意选择后者。如果认真回顾徐凯和谭松韵合作的《你比星光美丽》，其实不难发现，这部作品能够获得观众认可，很大程度上来自两位演员对角色的塑造。韩婷的克制，纪星的坚韧，他们之间那种成年人相互尊重、共同成长的感情，比很多刻意制造冲突的爱情故事更有力量。我想，也正因为如此，这对荧幕搭档才会得到那么多观众的喜爱。可是，当作品结束以后，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让角色停留在作品里？如果一部电视剧最大的成功，最后变成了观众不断猜测演员现实生活，那么真正值得被讨论的作品本身，反而容易被忽略。这其实是我最遗憾的一点。不可否认，今天的媒体竞争比过去更加激烈，谁先发，谁标题更吸引人，谁就更容易获得点击量。于是，各种疑似疑、曝光疑、同框疑、恋情等标题层出不穷。严格来说，这些标题并没有直接下结论，可它们却非常容易引导读者朝某一个方向去理解。久而久之，真正的信息越来越少，情绪化表达越来越多。作为内容创作者，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流量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流量就没有传播。可是，如果传播建立在不断放大猜测之上，最后伤害的不只是某一位艺人，还有公众对于媒体本身的信任。真正优秀的娱乐报道不应该只是追逐热点，更应该帮助观众看清热点背后的真相与边界。过去，我们总喜欢把粉丝理解成一种情绪，今天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责任。喜欢一个演员，
没有问题；支持一部作品也没有问题；喜欢一对荧幕 CP 更没有问题，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影视作品带给我们的快乐。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角色属于故事，演员属于现实。故事可以无限浪漫，现实却应该被尊重。我特别喜欢一句话：真正成熟的喜欢，不是占有，而是尊重。尊重演员的努力，尊重作品本身，也尊重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整个娱乐圈的讨论环境也会变得更加健康。热搜终究会过去，新的新闻也一定会出现。几年以后，也许没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一次讨论到底持续了多久，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另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位演员真正能够留在观众心里的，从来不是一次热搜，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今天我们提起谭松韵，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是以家人之名里的李尖尖，是你比星光美丽里的季星。今天我们提起徐凯，很多人想到的是《延禧攻略》里的傅恒，是上时里的朱瞻基，也是你比星光美丽里的韩婷。这些角色才是演员真正的底气，也是时间最终会留下来的东西。因为热度可以制造，话题可以制造，唯独作品骗不了观众。如果有人问我，看完整个事件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的答案很简单，比起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答案，我更愿意珍惜一部真正打动过自己的作品。也许徐凯和谭松韵之间只是一段彼此尊重、合作愉快的同事情谊，也许他们只是因为足够专业，才让角色拥有了令人信服的情感。对于没有公开确认的信息，我们没有必要替他们写下结局，因为真正属于他们的人生，应该由他们自己去书写。而属于观众的，则是保留一份理性，也保留一份善意。毕竟，我们喜欢一位演员，不应该因为一句未经证实的传闻而全盘否定，也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期待，就把想象变成现实。娱乐新闻每天都会更新，热搜榜也每天都会变化，但我始终相信，一个演员真正能够走得长远，靠的不是一次话题，也不是一次争议，而是作品、专业以及时间沉淀下来的口碑。最后，也想把几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大家。你觉得演员在宣传期表现出的默契互动，究竟只是职业素养，还是会让你忍不住联想到现实中的关系？面对网络上的各种爆料和猜测，你更愿意第一时间相信，还是选择等待更多公开信息之后再做判断？如果未来徐凯和谭松韵再次合作，你还会期待这对荧幕搭档擦出新的火花吗？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观点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理性交流，文明讨论。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点赞、分享这支视频，并订阅华语娱乐频道，打开小铃铛。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华语娱乐圈的最新动态，与大家一起分享更多有深度、有温度的娱乐观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